段老师，我最近手腕有点不舒服，然后想跟您请教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那么自己在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可以锻炼的方法？好啊，其实手腕的问题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万能的工具手每天都在不断的用，你不光是在做针灸、做推拿的时候要用，日常生活我们也离不开这个双手的活动，是。而且双手的活动往往是，由于大多数的身体结构，所以我们会做内旋还有屈曲的动作更多一点，是。外旋和伸展的动作做得更少一点。所以我们日常的这种阴阳平衡就会被打破，就更容易出现这种卷曲方面的问题。然后关节的桡骨、尺骨还有腕骨之间的间隙就有可能有一部分变窄，挤压腕管里面的软组织，血管神经受压之后就会出现各种症状了。正好前几天有一位迪拜的观众给我写信，也是说他的手腕不舒服，问我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就在这里简单给他讲一讲。手腕的问题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大多数的像腕管综合征，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腕管的诊断，现在是越分越细，分到特别清晰，就是某一个结构出现问题，然后会出现什么症状。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中医的思维，从关老师讲的这种 SDT 结构动态诊疗法来分析，你不用那么复杂，你不用知道到底是哪一根神经受压，到底是哪一个结构出了问题。我们是从整体治疗，把它整体的腕管的结构打开，让它可以满足我们的动态的需求，就不会引起症状，这就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了。如果只是纠结于这种病理的结构的问题的话，你去从病理去出发，那你这个病是很难治好的。不管是用物理治疗的方法、运动的方法，还是做手术，往往会就是摁下葫芦起来瓢，是。就是你没办法出现一个很好的满意的疗效。经常看有一些手腕的病人做了手术之后都是很难恢复。是的。然后我们这种方法呢，就是可以让这种手腕的问题可以得到彻底解决。而且我们考虑手腕的问题，往往不光是局部手腕的结构导致的，很多人的手腕问题其实是跟全身的内分泌、全身的结构，比如说上肢的肘关节、肩关节、后背、颈椎都是有关系的。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叫妈妈手。是的。啊，为什么叫妈妈手呢？就是说刚生完小朋友的母亲，这种手腕的腱鞘炎，还有她这种手腕的疼痛非常常见，很常见。而且非常难缠，不容易治好。一方面是因为新生儿的妈妈她很辛苦，然后一方面要照顾婴儿，一方面自己的身体也会出现各种情况。是的。从我们医学的角度考虑，就是女性怀孕的时候，她会分泌大量的这种韧带松弛激素，她全身的关节都会韧带变松弛，关节会打开的状态。主要目的是为了让骨盆打开，让新生儿能够顺利的生产出来。但是副作用就是你手腕呀，然后颈椎、胸椎、腰椎啊，还有你全身的关节都会变松。如果没有很好的做产后康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是你产后之后没有及时调整，往往它这个韧带松弛激素一旦没有了，你可能就固定在这个关节不是太稳定的状态下，就变得非常难缠了。是的。那我们今天就拿你做一个案例，演示一下我们怎么从结构动态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把这个治疗的思路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后我们再分享几个自我锻炼的小方法。太好了。您是有手腕有什么不舒服呢？我是左边的手腕，左边的手腕在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就会痛。哪个位置疼？大概这个位置。这个就是一个桡骨和腕骨之间的距离，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考虑和你的日常生活的习惯有很大关系，就是用手的习惯是吧？对，同时可能也跟你的上面的结构有关系。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多，也不考虑太多其他的因素，就是先把手腕局部的结构调整好，看看它能有什么样的效果。好的，好的，谢谢段老师。在床上，这样可以吗？可以。手腕的结构呢不是很复杂，一边是桡骨，一边是尺骨，组成了它上面的近心端的这种位置，就好像我们两根筷子或者说是一个圆规两个角一样。
你筷子不用对得非常齐，而且耻骨桡骨本身形态就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做的只是让它相对的稳定，可以给手腕提供一个好的基底，让它的腕骨的8个腕骨可以更好的排列，避免朝一个方向挤压的过多引起的关节空间变窄，压迫神经、压迫血管、压迫筋膜，造成各种各样的症状。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先要找齐耻骨桡骨这2根筷子，它一方面是上面的肘关节，一方面是下面的腕关节，所以我们需要在各个方向、各个水平面调整耻骨和桡骨之间的关系，不需要很大的力量，主要是根据角度、方向，就是这个艾诀是常说的力的3要素，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我们找对杠杆的支点，就可以很轻易的把关节调整好。换一个平面，继续松动，在这个平面上找到2个关节面都可以比较好匹配的状态，这个都是在动态结构上去找。如果只是做 S 片或者 CT， 你得到的是一个静态的结果，就是你拍照片的时候那一瞬间的状态。但是我们不管是手腕痛还是其他部位痛，实际上更多是在动态的时候会有症状。确实，就是你做某些动作的时候会疼，你在那个角度的时候不一定疼，那个静态的结果就不能代表你动态的这种损伤和生理的需求。哇，在想了。这种响很多是关节的气泡音，或者是韧带和肌肉筋膜摩擦的声音，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骨关节的响声。现在我感觉你的耻骨、桡骨、上下关节面在各个方向、各个角度都已经比较相对平滑，不会说有这种咔嗒咔嗒的不规律的这种摩擦音了。那我们就要处理手腕的腕骨，上面是有2排小的腕骨，也是一方面要找好支点，另一方面要相对用力，让它处于一个摩擦挤压的状态，找到关节面，通过定向的力，然后支点撬动这个关节，让关节得到更大的活动范围，将绞索和挤压、卡压切除掉，都不是需要太大的力量的，主要是要方向和角度对，你要知道你要调的是哪一个关节面，通过手感，通过你的大脑的观想，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好，第一个关节面的平面我们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不是需要做很多的，不是说靠量取胜，也不是靠大力出奇迹，更多的是我们脑子要清醒，要把这个结构调好。然后我们处理第2个关节面，看起来动作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因为支点不一样，它处理的位置就已经不一样。明白。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专门做一个培训，讲一讲手腕如何调理。好啊，这个在临床上还是很常见的，非常常见。而且这也是中医手法的一个优势，很多同样的问题用其他的医疗的技术并不能很好的处理。好，每个平面、关节面我们都处理完了。下面这个是内旋的状态，就是说我们日常工作的状态是内旋多一点，我们要反过来让它外旋的状态更好，就是要让手处于外旋的状态。
然后把刚才要做的重复一遍，既是检查那个关节面是否有卡压、有绞索、有活动受限，同时也是治疗，要将这些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掉，在动态中改变生理结构，让它达到它可以允许做到的任何事情。明显感觉到它的活动范围增加了。对，因为你刚才说的是合掌和合十的时候出现受限，我们就是重点调一下这个腕关节。然后手指的关节我们今天就不做重点的演示。然后对齐尺桡关节，这是外旋位、内旋位，中立位。考虑它屈曲位的状态，然后伸展位的状态，最后还是反过来要把它上面的关节整体的结构调整一下。现在感觉你再试一下合适的状态，感觉松了很多，不会那么紧张了。不紧了，也没有痛了。这就是我们简单治疗的一个思路，还有具体的方法，当然只是演示，没有详细的解说。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些自己可以处理的方法，请坐。好的。很多时候你自己因为每天的工作量比较大，或者日常生活当中要用手的比较多，可能很难有机会及时过来治疗。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做一些简单的治疗和处理。刚才有一步是我没有做，因为你的活动范围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就没有用这种肌肉能量技术呀，或者是肌筋膜的手法来让它的关节活动度达到更理想的状态。好的。但是实际上你是可以通过自己来做这种技术，然后达到更好的状态，比如你的合十的状态，还有日常工作中会用到的动作。它主要就是通过你给它一个抗阻，让关节的活动受限的角度可以达到它的生理的限度的最大范围，不会引起疼痛。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就比如我们看我们的大拇指，大家自然打开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已经用力打开到最大的程度了。是的。但实际上这不是它的生理结构上的最大限度，因为我们很多的拮抗肌、筋膜会阻碍它活动到最大范围，这是为了安全。但是实际上这个安全范围是远远比它这个正常的安全范围要小很多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自己认为的这个安全范围扩大，只要给它加一个抗阻，不需要推很多，你只要给它一个抗阻，然后用大拇指给它加阻力，10%的力量去推它就可以了，不需要很大的力量。然后10秒钟
放松，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就打得更大了，好像是的，而且可以维持在这个角度。是的，所以用同样的原理，我们就可以用手腕，让它往背身的方向，给它一个往这个手提供一个阻力的情况下，给它一个推力，大概10%的力量就可以。10这个手秒钟，往下，对，这个手往下，这个手往下，对，10秒钟。然后背身也是一样，这个时候你抓握住就可以，然后给它一个背身的力量，也是10%的力量，10秒钟，然后往外，往内，旋转，旋转，2个方向。我们都没有做10秒，但其实也是有效果，你就会觉得手腕的关节限制被打开，可以活动得更灵活。有的。同时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是刚才说的腕骨，就是掌骨腕骨这个手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就是这刚才说的尺桡骨，我们可以用一只手握住自己的手腕下部这里，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只要你能感觉到阻力就可以了。然后你慢慢的旋转，越慢越好，最好是每一个角度都能够感受到握住手腕的这只手的阻力，不用很用力的去抓，你只要能感觉到筋膜在牵扯就可以了，在反方向的转，10圈、20圈都可以，但是两边的方向最好是一致的。好，我们做一组，正常的话是要做2到3组。明白。你感觉怎么样？是松了一些呢。确实松了。而且好多人做完这2个练习之后，你的手肘还有整个手臂都会觉得放松，有的人甚至肩膀都会觉得放松，这就说明你日常的工作很多时候用手做的时候，已经是被上肢的肌肉和关节来代偿了，就是说明它已经过劳了。明白。这是灵活性还有关节打开的状态。还有一个练习呢，我们可以增加手腕的稳定性，让手腕和前臂的力量更好。手臂和就是握力还有前臂的力量越好，我们身体的健康免疫力其实是越好的。李小龙就非常推崇这种小臂的锻炼。我们找一个大概4磅的锤子就可以，不需要很重。如果是女士的话，可以考虑用2磅。2磅，好的。但是你也可以用4磅的，就是4磅的话，我们只要把杠杆做小一点就行了，离的锤子越近就越简单。然后处于中立位，慢慢有控制，在保证肘关节没有动的情况下，内旋到极限，停3到5秒，然后回到中立位，停3到5秒，再外旋到最大的角度，停3到5秒，这算一组。一般做15到20次算一组。如果你想更好的话，在自己能力范围不会引起疼痛的情况下，可以让这个杠杆变长。也是内旋到极限，中立位，外旋。这个和站桩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让身体大脑能够记住它能够活动到的最大的安全范围，它会把这个状态、肌肉的状态、关节的状态记住，同时让这个稳定性变得更好。其实练的是你的神经系统，不光是练的肌肉。当然你神经系统状态好，你的结构稳定，你的肌肉状态也会越好，因为它得到了更好的血液供给。好的。还有一个小道具啊，就是不光是可以练力量，也可以同时练灵活性。大家可以上网去搜这个 Powerball， 或者它的商品名就是 NSD。当然也有其他的牌子，尤其是国内我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仿品，李宁啊，其他的一些这种运动品牌，它都会出同样的产品，原理都是一样的。它其实是利用到一个离心力的作用，就是把这个小球先旋转，转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会产生一个回转的力量，里面有一根弹簧。OK，然后你要通过手腕的旋转，一个3维的力量，然后给这个离心力，让它这个离心力可以不断的旋转下去。当你旋转的越快，它给你的这种力量就越大。很多的网球运动员，还有会用到手的一些运动员，他都会做这个工具的锻炼。大家作为日常的保健保养，也是可以用这个小工具的。我现在简单演示一下。好的。它现在开始旋转了，就我们不需要转很快，你要找到感知它的内球的一个离心，然后找到它的切线，去旋转，给它一个力量，就可以让它转起来，它就不会停。然后它会给我一个，我不动的话，它就会带动我的手腕动，然后我要给它转得更快一点，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当然，高级别的里面，专业运动员他会用这种金属的，非常沉。但是这个普通版的也会可以提供足够的动力，它不光是你的手腕，其实是可以锻炼到全身的。我们就不演示太多了。好的。这是关于手腕的一些治疗，还有自我保健的一些小方法、小工具。还有什么问题吗？暂时没有了。段老师今天分享的这个2个小工具，我回去要试一试。是，所以如果手腕疼呢，第一个不要光想到戴一个护腕就可以了，你要先考虑一下自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明确诊断，规范治疗，让我们的手腕恢复正常的健康才是主要的，不是说我去忍痛啊，我继续做一些会损伤它的行为，实际上是有方法可以彻底治疗，有方法可以让手腕的状态更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欢迎点赞、转发，谢谢支持。谢谢段老师，谢谢大家。